的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，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古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，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想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要个性，却不知什么代价。理想再大，也只是空话。激发。笋桂的制作，关键是笋桂的皮。做法呢是把粘米粉和薯粉混合，慢慢加入热水，揉成面团。传统的阿珍嫂笋桂呢，用的是竹笋，加入热锅炒香，最后才加入竹笋。蒸大概10到15分钟就行了。不要吃我做的，吃文宁做的。好，好宝宝。好难吃。阿海，过来帮我一下。哦。是不是我的果皮还不够薄呢？哎呀，好。阿珍嫂啊，你的笋桂皮薄馅多，吃过后让人觉得指甲留香啊。而且你的笋桂皮特别柔软，我吃过其他笋桂都没有办法媲美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啊？其实啊，这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加一点点的油。油。哎，你的手烫到了。哎，我没事。你的手整个受伤了。小心点啊！秀兰，小心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阿海啊，你以后要小心一点啊。Sorry。刚才你叫我秀兰，我记得第一次你见到我的时候也是叫我这个名字的。秀兰是谁呀？Uncle Harry。爱丽丝，你进来厨房干什么？我来看 Daddy 有没有在厨房。他不在。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哦。你进来干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啊！秀兰是不是 Great Grandma 的名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今天你叫 Auntie Sleeper 秀兰，一定又是认错人了，对不对？温柔长得实在太像秀兰了。
可是你们在一起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他已经不在了，你应该忘记了他，那你就不会把他跟安迪斯利伯搞乱了。你叫我如何把他忘了呢？我亏欠秀兰的实在太多了，这一生都无法还呢。笑一个嘛，安迪斯利伯。你刚才都已经听到了。嗯。那你知道秀兰是谁？她应该就是你以前的女朋友，对吗？我们确实曾经在一起。那你还听到什么？我还知道她为你付出很多。你们为什么会分手啊？他已经过世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提起你的伤心事。没关系，不知者无罪。你也不是有心的。我想，秀兰在你心目中一定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要不然你不会到现在都一直对她念念不忘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又如何叫我把她忘了？你们结婚了？不是的，但是在我心目中，我早已把她当成是我的妻子。能让你如此朝思暮想，她应该是一个很出色的女生吧？确实如此，秀兰是个知书达理、心地善良的好女孩。你记不记得我问你，秀兰是怎么过世的吗？是一场无情的大火把她烧死的。是我不对，是我对不起秀兰。要不是因为我，总之秀兰是因为我遭到不幸，我亏欠她一辈子。之前试了好几次都已经失败了，今天已经是第3天，皮恩今天晚上就回去法国了。你放心吧，只要坚持，必有收获。今天是我们成功之日，希望吧。相信我，一定可以成功的。看时代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，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不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，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向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有个心，却不知才是正宗阿珍嫂的味道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你，王母，谢谢你。价值观念分叉，家庭核心比重又去了哪？祖先保佑 Mr. Pierre， 怎么又是你们呢？佘小姐，我上次还讲的不够明白吗？无论你做任何事，总公司都不会收回取消你代理权的决定的。我这次来是拿孙桂给你母亲试吃的。孙桂？什么孙桂？就是上次老太太一直在寻找的正宗阿珍嫂孙桂。你们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是这样的，我上次来的时候，无意中听到你说老太太寻找当年孙桂的味道，我好奇之下就问了 J， 是他告诉我的。你别怪他，是我死缠烂打追问他，他没办法之下才告诉我的。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，都没有找到我妈要的味道，你们就怎么这么肯定找到了就是对的？因为我们是像阿珍嫂的养女，
阿花学的。什么？阿珍嫂有个养女？没错，他从小跟阿珍嫂在街上叫卖，所以就得到阿珍嫂的真传。你们以为这么说我就会相信吗？对不起，我今晚就要回法国，还有很多事要忙，你们请回吧。Mr. Pierre， 你要相信我，我们这个真的是阿珍嫂的神柜。是啊，皮养，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做出来的。既然来了，就让我试试他们的神柜吧。妈，怎么样？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让我可以再吃到这个味道。哇，你们做的笋桂真的是很好吃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们怎么知道阿珍嫂有个养女的？是从我父亲那里知道的。可是我找到阿珍嫂的儿子李正荣，他并没有提起这件事。据阿珍嫂的养女花婆婆说，他们几年前因为一些小事闹翻了。所以当初我们去找李正荣的时候，他也不愿意透露花婆婆的下落。后来我们找了李正荣的太太之后，他才愿意告诉我们他的住处。你们不但找到了花婆婆，而且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阿珍嫂当年的笋桂，真的是不简单啊！其实我们曾经想要放弃的。这就证明坚持必有收获。要不是你们的坚持，我妈也吃不到她一直念念不忘的笋桂，真的是要谢谢你们了。其实我们一直也希望可以帮老太太完成她的心愿，同时也证明食物是可以带给顾客幸福感的。就好像我们之前推出的喜饼盒，也抱有这种想法。我们希望可以达成新婚夫妻的愿望，透过我们的喜饼盒，带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幸福的感觉。我知道这样做虽然是违反代理合约，不过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认同我这个想法。我不得不认同你的行动和诚意，的确打动了我。那你可不可以再看一下我的计划书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很感谢你帮我母亲了却了她的心愿，但是我必须公私分明，而且 Lakela 的代理权并非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。你可以在你上司面前帮美人说几句好话，或许他看了美人的计划书之后，会改变主意呢。对不起，总公司的立场很明确，我真的是爱莫能助。不过我这一次欠你们的人情，我一定会还的。将来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络我，我一定会尽量帮忙你们。花了这么多心血，到头来还是保不住了 K 了。你已经尽力了，天意如此，也不能怪你。看来你那句“只要坚持必有收获”就要被推翻了。哎，这也未必啊。收获跟报应一样，不是未到，是时辰还没到。虽然没有收获，不过至少我们帮了老太太完成了她的心愿。这是好事。所谓好人有好报，那以后我们一定会有福报。你说我们没有收获，那也未必。我们不是已经学会做笋桂吗？没错。哎，本姑娘如果不开蛋糕店，可以考虑一下卖笋桂，以正宗古早味为招牌。这位大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切食材的确切得有模有样，不过做笋桂皮你行吗？我有你这位大师啊，我高兴请你过来帮我不就行了吗？哎，那不行。为什么？理应是你过来喜记帮我卖饼才对。自古以来啊，都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怎么可以本末倒置？那会是贻笑大方，让世人所诟病的。干嘛这样瞪着我？你是鸡吗？当然不是啊。那你是狗了？明知故问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恐龙。为何如此说？现在都21世纪了，你思想还停留在侏罗纪公园，不是恐龙是什么？什么是侏罗纪公园？谢谢你们啊，谢谢啊。
你们回去后啊，一定要通知你们的亲戚朋友，有来新加坡一定要来我们喜记买饼啊。对啊，谢谢来哦，下次再来哦。 Mary 啊，这次辛苦你了。这是我们小小意思。你太客气了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这么会做人，难怪生意越来越旺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慢走啊。走了，拜拜。这一组呢是今天最后一团了。温柔啊，今天的饼卖到如何？每一个顾客至少买2盒，有其中一个游客一口气买下22盒呢。这 Mary 啊，真有一套。她每次带的团啊，都特别阔气的。我大概算了一下，我们这个月的营业额比起上个月增加了5成，利润也多出了3成哦。哇，这次啊，真的多亏你了哈！这都需要靠大家的配合，才有那么好的成绩的。文鼎和沈美人的那个中西喜饼礼盒计划中途告吹，害我们白白损失一笔。幸好有双喜这个门路，喜记才有钱赚。这也不能完全怪文鼎哥，是美人违反代理合约才会导致计划取消的。文鼎哥也是很无奈啊。是啊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不要再说了哈。怎么了？女儿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胃痛，会不会是胃病发作了？这样，来，我带你去看医生吧。对啊，对啊，谢谢。快点去吧。妈妈，你们看店了啊。走了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恭喜你，连太太，你已经怀孕1个月了。不对呀，我一直都在服避孕药，怎么可能会怀孕？在这之前，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？没有啊，我的身体一向来很好，只是有点胃痛。爹啊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前那阵子你不是食物中毒，泻了好几天吗？只是泻肚子而已啊。那就难怪了。医生啊，我怀孕跟泻肚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，因为腹泻的关系，吃下去的避孕药就发挥不了效应，所以你才会意外怀孕的。Yes。祖先保佑！祖先保佑！现在你怀孕了，走路不要走那么快。还有啊，太重的东西千万不能够拿。你想吃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拿给你。你烦不烦呐？不要走那么快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啊！这个孩子根本不是我想要的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孩子啊，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啊，别人要都没有的，所以我们要感恩，要珍惜。这不在我的计划中，会把我的生活给搅乱的。我没有心理准备，你懂不懂？不需要心理准备的，我们只需要接受他，爱他就行了。老爸不是常常说吗？孙子越多越好啊！要是他知道你怀孕了，一定会很开心，说不定啊，病就很快好了。还有啊，律师不是常常说希望有一个弟弟或妹妹陪他玩吗？大哥啊，多了一个侄子也会很开心的。文鼎更加不用说了，整天在我们房间啊搞这个搞那一个的，就担心年家没有男婿可以聚成香火。要是你怀孕了，我们就可以堵住他的嘴，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我生不生孩子关他什么事啊？难道要看他脸色吗？当然不需要看他脸色啦。你现在怀的这个孩子啊，是一个福星啊，他都还没出世，就已经为我们连家带来很多好运了。以后你在连家的地位就大大的提升，说话也可以特别大声啊。以后啊，只要你一开口，全家人啊就要侍候你，把你当成老佛爷一样了。神经啊！我才不要当老佛爷，我没那么老。是啦是啦，老佛爷啊，哪有我老婆那么年轻漂亮啊？走啦，不要说那么多废话。咋？老佛爷起驾啦！走啦，会给人家笑的。慢点慢点，慢慢走啊。老佛爷回家啦，小心小心啦！表姐啊，表姐，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啊？医生说你表姐她有喜啦！真的啊？恭喜你啊，表姐！哇，果然是喜事一桩啊！连家终于有后了。小勇，我是说，如果我们阿爸知道的话，他一定会很开心啊。表姐啊，你现在怀孕了，很多事情你都不可以做，我来做就好。家事本来就是你一个人在做。如果你有需要我帮忙的话，我也会帮的。啊，难得哦，你这个大少爷肯委屈自己帮忙做家事啊？你都愿意为连家添丁了，我有什么不可以做的？不用啦，文鼎哥，我一个人做就行啦。双喜啊，待会记得上楼向祖先拜拜。
保佑斯尼啊生一个男丁。万一不是呢？你是不是又要到我们的房间贴那些有的没的啊？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其实啊，生男生女并不重要，都是我们人家的子孙嘛，对不对啊，文鼎？啊？别再说我是老古板啦，我不会重男轻女。无论是生男生女呢，我一定会疼爱有加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健康。对对对，健康最重要啊！我到厨房去把这好消息跟大哥说啊。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你们看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。我给你们吃，你们住，要你们花一点点钱去买饼，有什么所谓呢？我又不是卖假的东西给你哈。人家喜记是老字号饼店，物有所值，要你们多买一点有多难？你们这些那么吝啬，会害死我的。我怎么向人家老板交代啊？你们以后不愿意购物的话，就不要跟团了。你们可以自由活动，要干嘛就干嘛。这不就是导游 Mary 吗？ Mary 怎么可以这样威胁游客，还拖我们喜记下水啊？不到一天，点击率破万了，还有人留言说，导游说如果不买饼，就不带他们去吃饭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导游啊？简直是抢匪啊！惨了，现在全新加坡人都以为我们怂恿他们这么做的，我们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！我现在打电话给旅行社的周老板问清楚。快点，电话没开，再试一次。 他会不会是故意关掉手机避开我们啊？好的好的，好，那谢谢你了，周老板。怎么他说什么？周老板说他会马上采取行动，不让 Mary 继续带团。他还说会向大众道歉，来澄清这件事情和我们喜记是无关的。真的是祖先保佑，如果他们肯出面的话，应该不会有事了啊。 你要跟旅行社说清楚，他们一定要再三强调，不是喜记怂恿他们这么做的。我们喜记80年屹立不倒，是因为顾客对我们的信赖。我们不能让这个女人毁了喜记的名誉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要他们登报道歉的。来，温柔。 您是喜记的负责人吧？请问对网上导游狂骂旅客的事有什么解释？旅行社已经解释清楚，和我们喜记没有关系的。可是我们向那位导游了解过情况，他说是你们跟旅行社同谋，逼他带游客到喜记买饼，而且还要达到一定的销售额，不然就拿不到佣金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说他也要吃饭的，不得已才这么做。现在事情曝光了，他一分酬劳都没有，得利的是旅行社和喜记啊。他们根本就是诬赖我们，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做的。 对啊，他做错事就推给我们，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无风不起浪，如果没有做，为什么他们这么说？对呀，为什么他害你们？我们怎么知道他要这么做呢？而且他们要说什么，我们也控制不了的。各位，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你们走吧，我们要做生意的好不好？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导游的话，听说喜记生意越来越差，一直都在尝试提高销售额。还有最近请临时演员冒充顾客，你们通过导游威胁旅客，一点都不稀奇啊！我说没有就是没有，你们这些记者啊，不要乱散播谣言啊，迫害我们喜记的名誉啊！如果没有做，为什么这么生气？是二人先告状吗？我们只是据实报道，上一次你们也是否认，结果被揭发了，证明你们的确欺骗公众。对，清者自清，如果没有做，就证明给公众看。对呀，请大家冷静点，张静听我说几句话好不好？我们也很想知道那位导游为什么要陷害喜记，请你们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，查个水落石出。我连文鼎人格保证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。我们绝对不会辜负公众对我们的信任，好不好？你们回去吧，回去。真的是倒霉啊！碰上这种导游，搞砸了我全盘计划。你坦白告诉我，你是否跟旅行社配合，叫导游逼游客买我们的饼？我没有。哎呀，双喜有就说，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说出来，我们大家可以帮你。我都说了没有，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？
迪儿，大家也只是想帮你。上次的事，我们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结果还不是被发现了。连你都不相信我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我都没有做错事，提醒我什么？表姐夫，你先不要生气，大家不是不相信你，他们只是想要问清楚。好，那我说多一次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相信你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。我倒是有一个建议，我想我们取消跟旅行社合作，撇开跟他们的关系。我不同意啊，我们都没做错，为什么要取消？现在公众已经怀疑我们跟旅行社串通，划清界限是表明我们的立场。继续跟旅行社合作，难保以后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啊。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旅行社跟我们合作，现在说取消就取消，我不甘心啊！事情已经演变成这样了，你继续跟旅行社合作，你说顾客还会再倒回来吗？迪儿，这次文鼎说的没错，被那个 Mary 这么一搞，跟他们合作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看他还是冷静一点，我们想办法解决就是了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决定吧。喂，是我是。什么？我爸晕倒了。祖先保佑！祖先保佑！病人的化疗没有到达预期的效果，病情已经恶化，不适合再进行化疗。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，你们做好心理准备。爸，我们三兄弟来看你了。是啊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喜剧需要你，我们也需要你啊。真的不需要留下来吗？真的不用了，今天是你爸爸去世10周年忌日，你是长女哎，不回去怎么可以啊？可是家里发生这么多事，我总觉得心里不安啊。我们三兄弟会处理的，你回去新山才1天的时间，没有问题的。那好吧。对了，你约了周老板几点见面啊？还没确定时间呢，等一下我会打电话给他。一定要他出面解决这次 Mary 的事情，绝对不能妥协。知道啦。还有啊，一定要小心处理，不要再自作聪明了。有什么问题就和大哥文鼎商量，千万不要再把事情搞砸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就算上个厕所，也会跟他们商量，好不好？上个厕所要商量什么？商量是要 SS 还是 PP 咯？什么是 SS 和 PP？ 嘘嘘或不不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不要再做错一步了，要不然你在洗剂站的位置都没有了。放心啦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快走吧，你妈在等你们了。来，我送你们去车站。哎，表姐夫，你送表姐和爱丽丝去车站了？是啊，大哥和文鼎呢？文鼎呢去医院照顾伯父。大喜哥，回来了。啊，大哥，旅行社的周老板打电话给我，约了我今晚见面，所以我今晚会晚一点。没关系，我也打算提早关店，然后接文鼎的班。今晚我会在医院陪爸。啊，那我明天早上才去接你班。哎，小轩，来找大哥啊，应该改口要叫大嫂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到外面谈谈。安哥的病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不是很乐观，现在什么药物都对他起不了作用，叫我们有心理准备。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。如果还没有好起来，就表示还没有到最后。你不用安慰我了。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，内容很有意义，我特别有感受。什么话？他说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你跟他的缘分在今生今世目送他的背影渐渐的离去。
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目送他的背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渐渐的消失，而他的背影就告诉你说不用再追了。我想爸就是不想我们担心他，我现在能够做的，就是在他走到小路转弯的地方消失之前，让他毫无牵挂，开开心心。你等一下会去医院吗？我想去看儿科。会啊，现在文鼎在医院看着他，等一下我会提早关店，过去医院陪他。我待会儿下了班去医院找你。哎，这里，来，早起。哇，今天什么大日子啊？他约我们2个出来喝酒，心情不好就约你们出来陪我喝酒啦。哎，我最近有看新闻，有个导游讲喜记跟旅行社巴结，逼他带游客去那里买饼，是不是真的啊？哎，那个导游乱讲话的，胡说八道的。他现在害到我们喜记名声臭了，不止旅客不来了，连本地人都不来买饼。那你应该找旅行社的负责人出来澄清啊。别提了，我刚才就是去找那旅行社的老板谈，他说啊，现在被那导游一搞啊，外国的旅行社也不要跟他们合作，不让他们带团了。他现在是自身难保啊，哪里还管得了我们的事？那你在这里喝酒也没有用啊，应该回家给那个漂亮的老婆安慰安慰一下。他安慰我，他没有骂我啊，我就偷笑了。那你还敢在这里喝酒，不怕回家老婆真的罚你跪榴莲壳啊？你们放心好啦，他带我女儿回金山娘家，明天才回。哇，那今天就是无政府状态啊，也就是大解放了。什么老婆啦、司机啦，不管他们了，来喝。来，快点，等，好了，今晚呢不醉不归。来，干。喂，小璇，你在哪里啊？大喜啊，我在关店呢，待会去医院找你。那正好，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事啊？我的手机留在家里的房间，你可以过去帮我拿到医院来吗？哦，你在用公用电话啊？是啊，文鼎应该回到家了，不然温柔也应该在的。好啊，我现在过去。谢谢你啊。待会儿医院见。拜拜。文鼎哥，我煮了凉茶，这杯给你。谢谢。这几天你为了喜记还有伯父的事烦，你肯定睡不好。这凉茶可以帮你除热，对肠胃也有帮助的。哦。你现在趁。喂，什么事？现在？好，我先过来。文鼎哥啊，我有事出去一下，不过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好啊。你记得把凉茶喝完哦。知道，我会的。文鼎。哎，小璇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喜叫我过来的，他把手机漏在房里了，叫我帮他拿去医院。哦，是哦。你口渴吗？这里有一杯凉茶，你喝。哦，不用了，
没关系啊，温柔煮了一大锅，厨房里还有很多啊。这杯还没喝过的，你喝来。好，谢谢哦。我去帮你拿手机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哎，堂妹，我不是叫你不要来这里找我的吗？哎，我要不是有急需啊，我都不会来找你了。什么事？哎，那你有没有钱借我？我之前不是才刚借你300吗？哇，哎，你300块很大，在新加坡生活水平那么高啊，通货膨胀又涨得那么厉害，物价天天都在起啊。你那300块给我去。好了好了，这次要多少不多，500而已。 ？500不算多啊，500已经是我1/3的薪水了。你怎么才赚那么一点啊？哎，那喜记的二老板娘不是你表姐吗？她怎么可以那么小气，叫她加你薪水啦？加不加薪都不关你的事啊。总之500块太多了，我不会给你的。哇！你不是这样对待你自己的堂哥吧？怎么说？我之前都帮你找到你要的药，那药是非法的，很难才找到的。我要通过多少层关系才帮你找到啊？我都没有问你要那个药来干什么。这个你不用理啊。放心，怎么说？我们2个都是在甘崩一起玩到大的。哎，我这个人啊，很重感情的，不会出卖自己人的。不过我帮你，你也要帮我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跟我去附近的提款机啊。谢谢你啊，我亲爱的堂妹。这么晚了，谁在电呢？谁？好热，怎么这么热？好热啊！爹，爹，谁呀？喂，走开了！谁呀？I love you too。
文鼎哥，文鼎哥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温顺骗我，给我的只是安眠药？我刚才给他500块呢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你又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把手机关了？我一直联络不上你。我从你家出来的时候搭德士，发生了交通意外。没事吧？啊？没事。那你的手机？这个不是我的。你真的没事吧？没有啊。我看我还是送你回去休息吧。我都来了，我看了你爸再走吧。爸自然那么有心啊，一定很开心。真的没事吧？哎呀，小璇是大哥的女朋友啊，我怎么可以？要是给石妮知道的话，她一定杀了我的。没有猜错，这是我的手，不是别人的，没错。请你看着我，眼神不要闪躲，你会找回熟悉的线索。我想说，听我说，却说不出口。你想说，却没说，是谁在退缩？任用泪水把笑容淹没。如果说爱来过，我们都沉默。如果说这个梦从今没有以后，谁不寂寞？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没改变？你知不知道